他越高壓，我們的核心支持者越團結，我們對原則就會更堅持。而且的年輕化的話，它這個氛圍覆蓋擴散出来，它的连結變強，也激勵了国民党的支持者，或者是反对綠色的支持者，他覺得我支持的東西有點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也知道，蔡博士被判了3年半哦，可謂非常之重。3中案宣判，那宣判是維持原判，2審仍然被判3年6個月。我只要咬馬英九，我就沒事。絕對不會對民進黨有所屈服跟讓步，更要投降免談。因為一般啊，他這一次所涉及，事實上呢，這個就所謂業務侵占嘛，一般是在5年以下，而且多數的時候大概就判個1年左右。而且因為主要這個公司裡面啊，99%是他自己持股，1%是他兒子持股，但他兒子還是他持股，因為那是一個借名登記的一個狀況。為了符合股份有限公司，他必須至少要1董1監的這樣的一個格局啊，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大家是很不捨了，而且看起來應該是年後就要發監了哦，所以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我們蔡正元學長啊。國民黨集結起來，然後到了黨中央，由鄭麗文主席率領國民黨來頒發10件1等獎章哈。那這個是國民黨最高榮譽的黨員的勳章啊。這個看到蔡博士，因為他作為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嘛，他自己。我覺得他是蠻感動的，他說這是他等一輩子的諾貝爾和平獎啊。然後我看鄭主席說，就是要讓蔡博士把這個獎章帶到監獄裡面去，來對民進黨的暴行來進行一個表達。蔡正元掏空蔡正元，對不对？高虹安抄襲高虹安，柯文哲侵占柯文哲，都是一樣的，都完全沒有任何實體的法益上的受害人。然後就說公司是受害者，但公司就都是他自己的錢啊，對吧？那就是當時大家願意為了要去救國民党。好，所以呢，蔡正元就調到這筆錢，然後呢，才去做了一些投資，或者說去做這個中影的相關事情。在這件事情當中呢，沒有任何人受害，就民進黨北送你啊！而且大家也知道，蔡正元這一次最後踩到賴清德的紅線，非要讓他進去關不可的這件事情是什麼呢？就是發動對賴清德的彈劾。哦，那當然，最後蔡正元是一肩扛啊，他說是他都是我，都說。那據我所知呢，是他跟郭正亮還有邱毅他們去串聯的嘛。這件事情也看得出來說，他確實蠻有架子的，不僅幫馬英九扛。也幫亮哥跟邱毅扛。其實呢，就不僅是蔡正元委員吶，因為過去啊，只要是真的，就是你實質上沒有什麼這種什麼貪污啊、不法，就你實質上是清白，但是被民進黨搞政治迫害，都應該要得到類似的這個獎勵跟鼓勵。感慨國民黨變了，因為以前的國民黨內部的部分人士啊，都會有一種潔癖，習慣把衝鋒陷陣的戰將當成是爭議分子，動不動就幹嘛呢？切割、漠視、不理他。那幸好呢，像現在已經徹底轉變，懂得珍惜這些願意為黨為國付出的戰將。因為過去以來呢，當國民黨還在採取這種潔癖啊，所謂的不沾鍋，覺得哎呀，這個衝鋒陷陣的人啊，都很偏激啊，很極端，不要理他。那個時候，民進黨就採取戰功制。對吧？戰狼制，你只要是敢衝鋒陷陣的，你敢打喊殺的，那民進黨就給你位置，就上，不怕沒爭議，只怕沒版面。那我覺得這個大背景的變化，其實也跟整個台海的局勢啊、國際的局勢啊，在轉變當中，國民黨也必須在這樣的一個新的形態裡面去籌上它的一個新的未來。那昨天是小牛啦，然後還有講到一個事情，就是說現在國民黨的風氣的改變，還有一個狀況就是年輕的黨員的幹部同志、黨公職變多很多，所以整個的氛圍跟以前就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國會的所作所為，其實就反映支持者的期待。這我想，大部分在野力量的支持者都不會希望我們自己軟腳，大家反而希望說，你既然前面都這樣講了，我們的支持者也在考驗我們啊，你能不能堅持你的原則嘛？你既然跟人民講了你的立場，你有沒有貫徹你立場的能耐本事？中間選民之所以是中間選民，就表示他有自己一套獨立判斷事情的方法。也就是說，你不可能用我們要跟民進黨對抗，所以你要支持我，說動不了他們。同樣，你民進黨要講說，這些人在怎麼阻礙國家發展這些東西，也說不動他。因為那一套只能說給彼此的核心支持者聽啊。那中間選民要判斷的是，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你的對外宣示是什麼？那我們的對外宣示就很清楚，你要依法編列該通過的法律、該通過的預算。這但凡有一點自主判斷能力，然後對於憲政有一點正確概念的人，都可以理解。也就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行政端應該要配合，應該要執行，他應該要給國會的多數理應的尊重。大家也會期待行政機關已經大權在握，你本來就應該要身段柔軟，大家要商量。但現在很清楚是他不願意來商量，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也不怕跟中間選民說明，把話講清楚就。
就好。我覺得這次國民黨讓人家感覺到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一次對於原則、還有對於理論、對行動的基礎，我覺得是比過往清晰的很多。在內部裡面，我覺得共識團結度啊是更高。黨中央跟黨團，其實在意志上面，我覺得是相當堅定的。這個是過去幾乎沒有看到的。只要你願意守住自己的原則，你的核心支持者就不會散。那你願意勇敢的对外說明的時候，有理選民也不会被对方騙。民進黨的盘算就是說，吃定你國民黨確於論述嘛，所以他用這種高壓的手段，你們自己內部就會瓦解。但他們忽略一件事，朝野分為高度对抗的時候，這個前提就不存在了。因為高度對抗的時候，你還怯戰，你就結束了。在政治上你也沒什麼好混的。那反而是說，在一團和氣的時候，彼此之間都有比較多的這樣的破口，這是政治的客觀現實。也有一群人是因為我就是看不慣你們喜歡每天吵架，所以我就拒絕表態。那沒辦法的事情啊，但是願意表態或者什麼，他的格局是沒有改變的。是。那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你没有道理自己退縮嘛，所以當然僵局就持續了。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低估了國民黨的一個轉型跟潛移默化。在民進黨這樣子對柯文哲之前，蔡博士案子一定有很多人說有爭議。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說實在，挺蔡正元的人是多得多。民進黨把司法當成手段工具來做政治追殺的做法，其實有很多明確的案例了。你要說蔡正元在處理中影的買賣案，在過程裡面跟阿波羅投資公司之間的關聯，你當然會能夠找到法律上的瑕疵吧。但是民進黨最擅長的就是把你的小案變大案，把小事變成大風波，這是民進黨最擅長做的事情。他現在弄了蔡正元，他的目的就是要來回應，他們就跟你玩這一套嘛，這樣子青鳥黑熊，他們才有用武之地呀。這就是民進黨慣用的手法。垃圾波啊，真的。對，所以我們要盡量讓自己沒有傷口。對，我记得我跟歷史哥講過，你一有傷口，他就會把你傷口撕開，讓你成為蜂窩性組織炎，甚至到最後得截肢。這就是民進黨的鬥爭別人的手法。他就是這樣弄柯文哲的啊。沒錯，慢慢弄，慢慢弄，慢慢弄。那時候也是這樣用韓國瑜。對，一樣。所以不能夠因為這個小事就輕忽民進黨，可能這個是要鬥爭你大風暴的開端。是，好啊，所以就蔡正元來講，蔡正元其實一開始這也是一個很小的案子，他去接手了中影公司，負責銜馬英九之命，要去把中影公司給賣掉，然後幫國民黨籌集資金。這時候他一接手中影公司，發現財務窟窿很大啊，那怎麼辦？他就用他自己一人股東的阿波羅投資公司，然後去幫忙中影這個財務黑洞可以填起來。但是這個做法就引起了民進黨覺得可以趁虛而入啊，所以就編造了很多的謠言，什麼說阿波羅公司這筆錢是中影放在裡面的，中影當時虧到根本都難以存續了，哪還有錢4億多放在阿波羅公司？那後來就編說這郭台強放的錢，如果果真如此的話，郭台強就跳出來講，對不對？你有沒有看到郭台強出來講過話？沒有吧？而且郭台強那時候根本沒有出錢吧，他就用這個機會，然後可能蔡正元在處理這個過程裡面，他也犯了一個便宜行事。好，因為我們習慣商業交易的人，有時候看大不看小，所以他就拿這一個，其實嚴格來說，蔡正元那個案子最多就是違反商業會計6個月一顆罰金，就這樣而已。這超常見的。對，沒有錯，因為這商業會計其實就是你在商業操作上的一個不夠踏實。沒錯啊，這個其實是在很多的商業交易中常常可能出現的小瑕疵，然後他利用你這個瑕疵。那一開始的話，就如同他們現在會利用趙少康選前中共介選國民黨主席選舉的話，來挑起很多司法的紛爭嘛。對，這就是民進黨慣用的司法追殺的手法。那麼過去不是前段時間也有人在傳言說蔡正元跟鄭麗文不愉快嘛？那有了禮拜三中常會的這一幕，所有的兩個人的矛盾紛爭化為烏有，不但化為烏有，還顯得國民黨的文化變了，走出了一條新的路，有情有義的路。這對於吸引很多的有實力的戰將去幫國民黨，幫藍白合，不是產生了非常大的正面的能量嗎？所以很明顯的，鄭麗文這個做法是很聰明的。
你不需要為很多的留言去做解釋，對，你只需要做了一個動作，自自然然把那些不懷好意的留言就把它給破了，而且也因為這個動作，也造成了剛才一休你講的效果。大家對於蔡正元原來有爭議的部分，現在幾乎都沒有了，幾乎都是一面倒的來稱讚蔡正元。對，但是我是覺得啦，鄭麗文這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要提供給蔡正元更多的幫忙，實際的幫忙。對，因為蔡正元畢竟已經72歲了，你知道我們這個年紀，你大概體會不出來。一休幾歲啊？我今年37， 37沒有這個問題。我上次被關進去的時候，大概快接近50幾歲，是。也沒有這個問題，現在再進去就有了。為什麼呢？我們年紀大了以後，如果沒有床、沒有椅子，腰痠背痛。不止腰痠背痛，有時候連站起來很容易閃了腰。那一閃了腰，在外面我們還可以說吃點這個肌肉鬆弛劑，對，吃點止痛藥，貼個狗皮藥膏，對不對？在裡面呢，沒有這個條件啊，它裡面不會給你這些醫療上的便利跟服務啊，所以你就會痛到最後，就像柯文哲在土城一樣，血尿的時候痛到半夜睡不着，要坐在地板上，把稿子放在自己的膝蓋上面寫啊，這跟你有個小椅子，有個桌子，對，那就大有不同了。所以你要在這個方面去幫，這個就是在監獄中最重要的。然後關了3個月之後，你就可以申請外役監。有條件申請，但是不見得會給你，要看上面給不。賴清德不會給你的，所以這時候就必須靠國民黨啊，就如同阿扁本來想整我，就說刑期1年以下的可以減一半，然後還叫我們典獄長到我的舍房來嘲笑我，他說你難過了吧？你1年2個月啊，減不到你啊。阿扁恨我的程度超過賴清德恨這些人的程度啊，所以民進黨這些人真的民進黨是真的是豺狼虎豹了，那這性格就很賴清德，所以。當時候我把這個消息給了連戰跟吳伯雄知道以後，他們就發動國民黨的黨團去修法，所以最後減刑的門檻就提高到1年2個月啊。所以我就減了一半，關了7個多月就出來了。好，那同樣的嘛，蔡正元如果3個月之後，他可以到外役監，到外役監1個月可以有2次申請出來。蔡正元最懷念的不就是他的美麗的嬌妻跟他8歲的小女兒嗎？對，是啊。那你如果1個月能夠有2天可以回到家裡看看自己的家人，陪陪小孩子，這個是多大的心理的安慰，精神上的鼓舞啊！是好。那緊接着，你刑期過了一半以後，就可以開始申請假釋啊。可是以賴清德對付蔡正元，他怎麼會讓他假釋過呢？是他至少折磨你1次沒過，2次沒過，3次沒過，一定這樣的啊。而且一定等到2028對選完才會放他出來。對，而且還得看狀況哦。所以這時候誰都可以幫他，誰可以最能夠幫到忙？吳宗憲嘛。所以我就跟鄭麗文講，就要請熟悉熟門熟路的人是來幫蔡正元解決這些問題，讓他在裡面安安心心的寫書，讓自己沉澱自己，做一些思考，這個就是實質的幫忙。然後呢，還度過2次黑房，叫范澤房，就禁閉室嘛，比禁閉室還慘。可是當國民黨提名我不分區立委，我是男的排第2，僅次於王金平。全都變了，他們叫你到公寮，他說你不要工作，你在公寮就好，不要下農場了，就坐在公寮。然後接着典獄長跑來跟你聊天，聊完以後輪到副典獄長，然後接着戒護科長，好多人排隊要跟你聊天，然後問你中午要吃什麼，然後我說我不知道吃什麼，因為在裡面平常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好，他就說那這樣好了，我出去買貴妃雞給你吃，整個這樣從地獄到天堂。就這樣，在監獄裡面真的是狗眼看人低啦。所以說這一次我自己感同身受，我覺得鄭麗文這一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讓蔡正元帶着榮耀勳章進到監獄中。這時候因為國民黨有執政的可能性，所以監獄中就不大敢整他，是甚至呢很多的獄友在放風的時候，覺得你將來有可能國民黨執政，你絕對又是個要角，所以他們將來有冤屈，還可以找你來傾吐啊。是，所以對你就會很禮遇、很客氣，多多幫忙。阿扁因為蓬萊島案進到土城看守所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啊，天道盟就這樣來的。
而且呢，民進黨一定會使壞了。對，你關在裡面，對不對？他就開始找人去告你。好，例如第一個壞蛋就是金溥聰啊。金溥聰告了4個人，你知道嗎？在蔡正元入監的前夕，又告了4個人。蔡正元，王上是蕭旭岑，然後說他願意跟蕭旭岑和解，只要蕭旭岑跟他道歉就和解。另外3個別想，他的目的何在？很簡單啊，因為你一受刑在監獄中，對，他告你，你是不是就要帶着手銬腳鐐去出庭？對呀，他就是跟你玩這個啊。所以你說他背後有沒有力量？所以為什麼叫金小刀？收手多就抽的呢？所以為什麼叫金小刀，不叫金大刀？像你剛才講的關中關老爺，大家敬佩他，就把他叫關中關大刀，關老爺，對不對？人家是光明磊落，光明磊落的。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有3個關老爺吧。是，第一個就是關雲長關老爺，第二個是黃蜂沙裡面的關東山關老爺啊，鹽幫的總盤主啊，第3個就是關中關老爺。關老爺在政治江湖裡面聲望多高啊！許坤元生前最服的人是誰？就關老爺啊。他之所以從無黨籍願意進國民黨，看誰的面子，就是關老爺的面子。小刀跟大刀的差別就在這嘛。哇，这是玩这招真的夠狠啊！我以前就這樣，我以前更狠的是，他把你從高雄押到台北去出庭啦。是，我還坐着囚車，帶着手銬腳鐐，第一次沒有經驗，是沒有人教我連腳鐐襪都沒有升起來，那個腳鐐哈，就一路磕磕絆絆。我走到一半的時候，我腳已經破了，因為它一直摩擦。它一直摩擦，它其實就跟你玩這個東西嘛。因為它讓你除了法律死亡、政治性死亡，最重要的，先讓你社會性死亡，讓你成為被年輕人嘲諷的對象。司法迫害就是這樣。對，他那時候就是要羞辱你，然後說台灣國去衝你嘛。然後那個台灣國的前陣子過世的時候，前幾年過世的時候，他們還很尊崇他。那時候啊，民視他們還大做新聞呢。沒錯，就這樣啊，他就是用這個方式，然後來讓你社會性死亡。是因為政治人物最怕被別人當成戲謔的丑角，對不對？太陽花時候不是也這樣搞我嗎？說我助理傳給我的資料，因為是傳真，所以桌上就是一堆黃黃的，然後下面有說民進黨送了好幾簍香蕉進來，說我講香蕉啊，我講香蕉跟你們太陽花有什麼大的問題嗎？是，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東西，到今天還有人會在我的評論區留言，香蕉吃的夠不夠多啊？或者類似這個樣子吧，是，對不對？很多年輕人什麼都不知道，你接過什麼弊也不知道，但是唯一記得就是香蕉與太陽花。那馬英九呢，就要叫馬卡龍啊，對，鹿茸啊，鹿茸會長毛啊，就這樣啊，死亡之手，死亡之手。所以這個都是民進黨在中央廚房裡面研究出來，讓你社會性死亡的一些醜陋的點子。好，你不要覺得很可笑、很戲謔，對，但是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傷害性是非常大的。確實，真的這樣玩的話，其實他對人的折辱，對，沒錯，所以這就讓我們想到古代，對，你要弄一個人，對，流放邊疆，然後羞辱他、折辱他，對，罵他，把他的相關的可能捏造了罪行，把他公告，然後很多世人就在這過程當中就死掉了，還不止這個樣子，對，他還給你凌遲處死，完全不記得你曾經做過什麼貢獻，所以我才覺得鄭麗文這次很了不起。鄭麗文用了10幾分鐘在國民黨的中常會細數蔡正元過去幾十年來對國民黨的付出與貢獻，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其實聽得蠻感動，對，沒有錯。而且我覺得鄭主席有一個人格特質，這一點他跟老師跟蔡博士我覺得很像，就是他只看事情的是非，他不太去看說你這個人情。我可以跟你很好，但是在意見不同的时候，我一樣講。我覺得我做我該做。對，沒錯。我覺得這個個性是比較接近的。我們的個性都是比較熱血，比較俠氣一點。對，比較熱血。那現在好不容易一個熱血有俠氣的俠女性格的人可以做國民黨的主席，這是國民黨100年難遇到的恩賜啊！希望能夠繼續的維持下去了。為國為民。甚至於在這過程當中，也對我們自己中國國民黨有很多的鞭策。蔡正元同志是帶着勳章入獄的，國民黨永遠支持蔡正元。